还请你把杨过和解药都交给我。好。给你。孩子，抓住婆婆！师兄，老太婆要逃跑了，不能让她走，将她逼回重阳宫再说。是。快点！站住！臭大毛，你照让路！让开！婆婆，你还是把解药和孩子交出来吧。要孩子，你需先杀了我！哎呀！跟我回去！婆婆！好孩子，婆婆，好孩子，不枉婆婆疼你一场。婆婆，婆婆。啊！你还不自刎，更待何时？你怎么？杀人抵命，只有你自刎了结，大家才能相安无事。小姑娘，快走吧，我们不难为你。我们怕什么？什么自刎了结？是呀，就是啊。龙姑娘，难道你竟然不肯？老道士，既然你贪生怕死，不肯自刎，取出兵刃，动手吧。贫道已经失手杀了孙婆婆，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。你带着杨过走吧。
想不到这手套竟然刀枪不入。贫道认输了，你把这孩子带走吧。孙婆婆命丧你手，只一句认输便算。贫道当真是老糊涂了，这就给你个了断。胜负乃常事，若是打个败仗就得抹脖子，你师兄再有18颗脑袋也都割完了。全真教丘处机向高陵讨教。你这老道，倒也爽快。师兄，小心！好俊的功夫啊！小姑娘武功有点长进呐。大家一起上！龙姑娘，你原谅我吧。
你们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谷主。吉时已到，产新娘喽！产新娘喽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好，吉时已到，新人同拜天地喽！我公孙止今日娶柳姑娘为妻，感天谢地。新人拜天地，这旧人又如何呢？尊驾是谁？谷主成亲，怎么也不知会故人一声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何不直接问我们，怎么没死呀？顾儿，姑姑，顾儿，姑姑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同归于尽。你既然这么恶毒，那我们就用不着客气了。顾儿，接见。善哉，善哉。姑姑，咱们今日就杀了这个狗贼，为我报仇。给你报仇。我是说，他作恶多端，天理难容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与你塑心剑法。
你说话。为什么？他身中青花毒未解，怎么可以心中动情？你们的玉女剑是使不出来了。过儿，你把解药给我服了，你自己却没有服药，是不是？姑姑，过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柳妹，你服了唯一的聚清丹，你已经解毒了吗？你害死过儿，我要杀了你，为过儿报仇。姑姑小心！假刀非刀，假剑非剑，刀即是刀，剑即是剑。左赖凡若，右结万贵。老贼婆，你住嘴！踹他面门，刺他后心。刺他左刃，击他右臂。娘，你就不要再乱喊乱叫了。对呀，兄弟，别上这老太婆的当，看我累死你啊！好你个杨过！妙哉妙哉！邱老前辈武学精异，乃是让对手无破绽时露出破绽，佩服佩服！这狗贼的武功乃我所教，一招一式都在我心中。我只是恨我自己无力手刃这个王八羔子。求简直我杀了你！刺他后心。姑姑，你怎么样？我不要紧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一个人对付他。你小心。你瞪我干什么？我只叫你杀敌，谁叫你救人了？这小娘子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死了倒好。娘，你们俩夫妻可真是一对儿，谁都没有半点心肝儿。小心！
相近。过儿，你使的这路剑法，我怎么没有看过？这是桃花岛的御箫剑法。姑姑，我再演示给你看弹指神功了。他剑小又尖，刀手做累了。小心，他要刀剑7公里的上盘。你小子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过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老贼婆，我杀了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绝情丹只此半枚，杨过的小命现在就掌握在我的手中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如果不怕死，就过来躲好了。郭夫人，赶紧想个办法，快把他引下来吧。这断肠崖奇险无比，失足跌崖定然粉身碎骨。怎么，没人敢过来了吗？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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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来。借剑一用。龙儿，公孙先生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没想到我反而多次连累你，害得你落到如此地步，我心中十分歉疚。柳妹，你终于明白我对你的一片心意了。我来求你要回绝情丹，救我夫郎杨过性命。如肯应允，我将勇敢大恩大德。龙儿，你快回来吧！你叫杨过那小子夫郎？是啊，我们已经成亲了。若不是他捣乱，你早就是我的了。如今你们把我害得家破人亡，还要我救他的命，别做梦了！你再与我为难，休怪我刀剑无情。如此，我们岂不是枉自相识了一场？
我就是要看那个姓杨的小子毒发而死，浑身抽搐，满地打滚，痛不欲生。我还要看一个美貌贤德的新娘子，终于变成一个披麻戴孝的俏寡妇。罗儿，你快回来！半枚绝情丹救不了你我二人的性命，要它有何用？你听，他在叫我回去，他只顾及我的安全，根本不管自己身上的毒是否能医治。我们恩爱如此，孤注为何？不能大意成全。少啰嗦，快退回去！我为救夫郎而来，岂能空手而归？我要出手了。好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！过儿，龙姑娘重伤出狱，现在又身中剧毒，不宜再纠缠下去。这样吧，你我同时和公孙止说话，你来恐吓，我来安抚，让他身心不宁。公孙先生，秋千尺那个恶妇已经被过儿给杀死了，除了你心头的大患。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李莫愁说，你不肯给他解药，他也要来找你的麻烦。这个女人更难缠。不，李莫愁说了，只要你能治好他身上的情花毒，他就能帮你重新登上绝情谷谷主的位置。你以前害死的侍女柔儿变成厉鬼来抓你了，不信你回头看，他就在你身后。公孙止，你背后那个披头散发的姑娘是谁？她为什么满脸血污，伸长了舌头？她的手爪好长，就快抓到你的头颈了。原来是柔儿，好柔儿，就抓她的头颈。罗儿，公孙先生，你将半枚绝情丹给我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给你。多谢了。你们等着瞧。大家小心，敌人的枪援到了！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他们打发了。
哎，诸位，在下无心插手，请不要误会。李道友，请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公孙止，我的解药呢？已经被小龙女夺去，又被杨过扔到悬崖下。你说什么？李莫愁，天竺高僧与你素无冤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我李莫愁杀人还需要理由吗？他是当世唯一能配制出情花解药的人。李莫愁，看来是天要灭你。哼，李莫愁，你杀了我全家大小，今天我终于可以给他们报仇了。你杀了我娘亲，我们兄弟两个绝技不能饶你。李莫愁，你血债累累，今天就一并偿还了吧。师妹，你眼见古墓派的人受人欺负，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？李莫愁，当初你离开古墓，背叛师门，早就不是我古墓派的人了。再说今日之事，本是私人恩怨，与我古墓派无关。要求情，你也得求他们。势大，朝廷援兵迟迟不来，你看这襄阳城。大帅，大帅，只要我们万众一心，襄阳城就能守住。我曾经说过，国境定与襄阳共存亡。郭大侠，襄阳城全仰仗你了。龙帮主，蒙古人又要攻城了，兄弟们守住啊！城门关紧了没有？城上的人听着，我是杨过。特地来拜访郭大侠。城外是杨大哥吗？是五兄弟啊！郭伯伯在城内吗？杨大哥，
我师父镇守襄阳，自然在城中。五兄弟，我要进城见郭伯伯，快放下吊桥！你们只有2个人吗？我和姑姑前来襄阳助阵呢。大哥，是助阵的。杨大哥稍等，我叫人放下吊桥，快去禀报师傅。放吊桥，放吊桥！多谢五兄弟。哎呀，龙姑娘，过儿，哎，过儿，你们2人来的正好啊！蒙古人攻城正急，你2人一到，正好为我平天必柱，这也是满城百姓之福啊！哈哈。助你调理你的真气。呀！过了，你练功太急，差了真气，快别乱动，我来助你顺气归元。过儿，别乱动，过儿，过儿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想不到你的内力竟达到如此高深的境界，
险些我都照护不了。侄儿昨晚运功练习，不料突然走火入魔。若非郭伯伯相救，不死也要四肢残废。侄儿实在是感激不尽。果儿，以后练功要多加小心，切莫心急。是，侄儿记住了。紧闭城门！蒙古人要进攻了！紧闭城门！紧闭城门！快！紧闭城门！快点！快点！蒙古人要进攻了！紧闭城门！紧闭城门！快！郭大侠，敌人开始进攻了，你看。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蒙古人每次攻城之时，往往驱赶我大宋百姓，在前面当前锋。蒙古士兵趁机混杂其中，要是放箭，难免射杀了大宋百姓；要是不放箭，那蒙古兵就会趁机一拥而上。好毒的计谋！郭伯伯，这可怎么办？手长要紧，放箭！这些都是大宋百姓，不可放箭！放箭！放箭呀！放箭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不许放箭！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些都是大宋百姓，不许放箭！放箭！快去守城门！停止放箭！切莫错杀好人！形势危急，必是好人也要错杀了！停止放箭！不许放箭！别放箭！不能错杀好人！不许放箭！大侠，不能错杀好人！守城要紧呐！大家听我说，我们辛苦杀敌为的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保卫无辜的百姓吗？现在蒙古兵和大宋百姓混在一起，只有从后面截断他们，方能缓解攻城之事。大家跟我出城！守住啊！快退回城内，我来断后！蒙古兵示众，我们去支援师傅。我去开城门。快把城门关上，关上！
进城啊！快出门！此人就是当年的金刀驸马。郭靖如此神武，不愧是当年的金刀驸马。郭德霞这种上天梯，如果中途打岔，会前功尽弃的。师父，不要错杀好人！拉住我！请王爷治老夫见人不当之罪。怎么？老夫眼拙，没看出杨过这小子言而无信，反复无常。若非杨过这小子捣乱，今天要了郭靖的性命。我看不然。我看那杨过飞扬勇决，并非阴沉险诈之人。他想手刃郭靖，为父报仇，而不想假手于人。但愿如王爷所料。改日再来攻城，退兵！退兵！啊！上喽！上喽！报上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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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伯伯，你受伤了。你看蒙古大军退兵的时候，队列整齐，纹丝不乱。仅这一点，我们大宋的军队就远远不及啊！喜极忘形，跃上高空，连翻了几个筋斗，扎入水中，可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又提气急奔了一会儿，才停下来和小龙女将这16年中的变故说了出来。你当初为什么要写16年后？倘若写的是4年、8年，咱们岂不是能早些相见？小龙女表示，当时自己以为活不长了，怕死后她自寻短见，就刻下16年后的字样跳入了深谷。没想到下面是个寒潭。本以为16年后杨过就算还想着自己，心中也会淡漠许多，不至于寻死。可没想到他最终还是跳了下来，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
而当问起小龙女侵入经脉无药可医的剧毒时，小龙女也说是天意。原来寒潭之中的岩洞结着万年玄冰，每当剧毒发作之时，小龙女就会想到杨过教她在寒玉床上逆转经脉缓解痛苦，她便到冰窖之中潜心用功，如此一来竟然颇有效果。后来谷底飞来几只玉蜂，小龙女便构筑蜂巢，随着玉蜂越来越多，蜂蜜便食之不尽，再加上寒潭中特有的白鱼，竟然就是驱毒的良药。小龙女长期服食，体内毒发的次数也就渐渐少了，初时每日发作1-2次，到后来数日一次，继而数月一次，到如今已经有5-6年没有发作，想来剧毒已经全解。杨过听了无比欢喜，不过在他看来，这一切不全是天意，倘若不是自己深情，就不会跳入深谷，也就不会再和小龙女相见。倘若不是小龙女好心善良，就不会把驱风术传授给周伯通，周伯通也就无法把玉蜂带到绝情谷，这样他的剧毒就不会解除。而说到玉蜂，小龙女又说起一事：我身子好了以后，就想出去找你，但下面4周都是光溜溜的石壁，无论如何也上不去。于是我在玉蜂的翅膀上刺了“我在绝情谷底”6字，盼望玉蜂飞上之后能被人发现。几年来，我先后刺了数千只玉蜂，始终没有回音。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无法和你相见了。杨过听了，又是感慨又是遗憾。每次到绝情谷来，他总能看到玉蜂，却从未捉一只来看看，否则便能和小龙女早点相会。而两人如此缠绵倾诉，不知不觉竟从黑夜畅谈到天明。杨过款款深情地问小龙女，现在自己和她终于团聚了，她是想在这里过清心寡欲的平淡日子，还是想到外面的花花世界里去？小龙女知道杨过喜欢热闹，便决定想办法上去瞧瞧。更何况自己一直梦想去58同城找个工作，这次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。杨过十分赞成，当即便和他潜入冰窖，回到潭边，见一条长索从谷口直垂下来，一棵大树上还刻着2行字，上面写道：一灯、药师、伯通、英姑、荣、英、无双，至此觅杨过不遇，怅怅而回。杨过见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，很是高兴，便和小龙女攀绳而上，决定先去襄阳看看去。金轮法王又趁此机会，双掌推动6尊火炮，发射出6枚炮弹，向尚在空中的杨过飞射而去。眼看危险之极，小龙女和郭襄先后大叫起来。而杨过生死一刻，心知今日已然无幸，非但救不了郭襄，就连自己这条命也要赔在高台上。一时绝望之极，望向小龙女时，见她眼中泪珠滚滚而落，顿时哀痛欲绝，不由自主地触发了那自创的深于心河的黯然销魂掌。而随着就要和小龙女生死分离的凄然心境越来越悲伤，杨过心中的黯然情绪也积聚到了极处，忽然失魂落魄，大吼一声，随手打出一招拖泥带水，使心使臂必使掌，满腹绝望地将那6枚炮弹原路打飞回去，带着无比强大的神威将金轮法王炸下了高台。然后紧接着又使出魂不守舍等3招，将金轮法王打得5脏受损，喷血不止。金轮法王未及反应，杨过的空袖就紧随而至，将他卷住，重重地摔在高台上，撞得5脏6腑剧烈翻滚。大哥哥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！金轮法王满腔怒火，大吼一声，强撑着飞身而起，要做殊死一搏。可还没疯狂出来，就被突然出现在身后上方的杨过一袖子扫飞下去。而郭襄身上的木柱也在同一时刻被大火烧断，从高台上掉落下去。杨过急忙飞到空中，将他接住，平安落到了地上。大哥哥，你流血了？我没事。杨过回头去看小龙女时，见她正和蒙古兵殊死激战，便冲上前去，将围攻他的蒙古兵全部扫飞，起身到了跟前。可就在这时，高台被烧毁，上面的炮筒木架一起砸落下来，眼看就要砸中郭襄。郭芙和杨过急忙奔前相救，却已来不及。危急关头，金轮法王忽然以残躯将炮筒撞飞，救了郭襄一命，自己却被几百几千斤重的炮筒砸中，埋在了下面。
叫我一声师傅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郭芙急忙奔上去，担心关怀。郭襄只是不停地流泪。杨过见接轮法王舍命相救郭襄，对他好生相敬，又见小龙女对自己充满了关切之情，便动情地说：“他在台下为自己担心受怕，更苦过自己在台上恶战。”郭襄平复心情，瞧着两人温柔相待的神色，怔怔走上前来：“杨大嫂，你真漂亮。小妹妹，多谢你许愿要我们重会。你大哥哥尽说你的好，定要带我来襄阳见你。也当真只有你才配得上我大哥哥。”听到郭襄如此夸赞，小龙女有些害羞地抬眼看向杨过。杨过正要说话，就听得郭芙一声惊呼，只见她的丈夫耶律齐被数千蒙古兵围住，陷入了血战。少女躺在草地上休息，一个老和尚鬼鬼祟祟走上前来，打起了坏主意：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睡觉呢？”“我姓郭，要去找一个人。”金轮法王此前已经发现他要找的人是杨过，便借机套近乎，让他说出要找之人的相貌，或许自己在路上碰见也说不定。郭襄听闻一喜，赶紧将杨过的相貌特征描述了出来。“你要找的人姓杨名过，是不是啊？”郭襄心中大喜，忙问他是不是认识杨过。金轮法王表示自己认识杨过时他还没出生呢。郭襄俏脸一红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“我呀，叫珠穆朗玛。”“什么珍珠木马？叽里咕噜的，这么古怪。”但郭襄并不是很在意这些，而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杨过现在在何处。金轮法王便趁机套路他和杨过的关系，还因此套路出了他就是郭靖的二女儿，便心中暗喜，决定将他掳走，逼迫郭靖开城投降，然后故意不告诉他杨过的下落。等郭襄追赶询问时，才说自己昨日和杨过在南阳以北的山谷纵谈半日，他正在此处练剑。“现在嘛，应该没有离开，你去找他就是了。”郭襄放眼望去，说山谷太多，不知如何找法。金轮法王便故意说本来自己该北上的，他既然这样说，就先带他去找。郭襄闻言大喜，立时登上金轮法王的贼船，随他而去。行出7、8十里后，见2乘马迎面驰来，金轮法王便决定将这2匹马截下来轮换着骑，于是翻身下马，挡在了路中间。“什么人敢来挡道？”郭襄远远看见这2人正是大头鬼和樊一翁，便放声大喊说是自己人，让2人千万别动手。“他是珠穆朗玛大叔，是爹爹的好朋友。”“二小姐，你上当了，他真的是金轮大王啊！”郭襄一怔，看向金轮法王，金轮法王却忽然眼神一狠，使出了杀招。这是神雕最威风的时刻，他双翅鼓风，当先开路，竟将挡在前面的蒙古大军吹得天旋地转，溃不成军。身后的杨过和小龙女则分成了2路，小龙女冲入战场，击杀蒙古大军，杨过直奔高台救援郭襄。郭靖和黄蓉回城之际，忽见杨过犹如天神而来，顿时惊喜万分，知道有他在，郭襄定可安然无恙。金轮法王见杨过忽然出现，赶紧让猛哥到安全地方暂避，要亲自会一会他。“大哥哥！”郭芙厮杀之际，忽见被自己害得和杨过分离16年的小龙女救援自己而来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思绪万千。而杨过随即就神威凛凛地飞到了高台上，早就准备好的金轮法王立即打飞火焰袭击，杨过顺势一躲，身体连续飞旋，站在了木柱之上。“杨兄弟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在等你呀！今天咱们俩得好好的比一比，让这小姑娘看看究竟谁的武功高。”杨过嘴角冷笑，立即闪电般和金轮法王同一时刻飞上了高空。2人一出手就神功激荡，
两股巨力猛然相交在一起，身体晃动的同时，全都暗赞对方功力精进如斯。金轮法王随即祭出金银铜铁签5轮击杀杨过。杨过空袖中暗藏着在海潮中练就的刚猛内力，挥舞摆动，将5轮一一扫飞，然后与他内力比拼。金轮法王自16年前败给杨过，早就想一雪前耻，此时招式如暴风骤雨，生死相拼，非要将杨过斩于掌下不可。你用双手占我大哥哥独臂，这不公平！打赢了就公平。说着，左手相助右手，内力直灌杨过面门。杨过空袖内力分化他左右手，猛然将他震开，冲上了高空，然后趁机去救郭襄。金轮法王5轮却再次飞袭而至，杨过空袖一甩，打飞回去，数次想要救下郭襄，却始终被金轮法王阻拦。而台上的2名蒙古兵忽然推倒火炉，要烧死郭襄，让杨过不能得逞。大哥哥，快救我！谁让你点着火？杨过趁着金轮法王分心，一脚将他踢得口中喷血，上前去救郭襄。金轮法王忽然穿破木板阻止，眼中透出了可怕的杀气。龙象般若功！杨过急忙左掌飞出，挡住了这10龙10象之力，可这力量大破于天，层层叠加之下，被金轮法王一掌打得口喷鲜血，向高台下掉天。回来以后，自己就觉得不对劲，肯定有事瞒着自己。郭芙见母亲已经洞察，便只能将郭襄闹着要去看神雕侠的事情说了。我想神雕侠就是杨过。什么？香儿见过杨过了？黄蓉不由得起疑，猜测在杨太傅庙杀死泥魔星救香儿的会不会是杨过。郭芙则转述了郭襄的话，说在生日这天会有一个大英雄来看他。黄蓉联想到种种，料定这大英雄就是杨过，于是自行脑补，认定香儿与杨过约在杨太傅庙相会，却被福儿撞散。杨过不忿福儿讥讽，为了给香儿争一口气，便邀江湖奇人异士来给他送礼祝寿。想到这些，黄蓉又想起香儿连日来心神不定，恍恍惚惚，还时常红晕双颊，便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暗想香儿在风陵渡1日2夜不归，难道已和杨过做出那种事儿来？而杨过处心积虑赢得香儿的心，使他倾心相从，然后折磨得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就是为了报断臂之仇和福儿用毒针打伤小龙女之仇。想到这一切的一切，黄蓉不由得万般焦虑和担忧，赶紧回府去找女儿，正好看到女儿在焚香许愿。第2个心愿，希望我爹我娘能够身体安泰，事事称心如意。第3个心愿，盼望神雕侠杨过和他的夫人小龙女能够早日团聚。这第3个心愿，黄蓉万万料想不及，一瞬间只觉得杨过对小龙女表现得越是一往情深，香儿对他就越加死心塌地。想到此处，他不由得暗暗心惊。又见一个大头鬼忽然出现在女儿身后，说神雕侠要亲自给他准备3件生日礼物，让他到丐帮大会上观看。黄蓉见杨过也要来丐帮大会，料想事先必做了周密布置，定要大闹一场，便赶紧返回场中。此时乌敦儒已经被人打下擂台，女婿耶律齐也已连败3名好手，正和一个叫做蓝天河的贵州苗人交手。蓝天河曾得遇齐人，学得了一身刚猛狠辣的外门功夫，掌力中隐隐有风雷之声，甚是了得。不过耶律齐还是凭借72路空明拳将他打下了擂台，其后又连败7人，等了良久，便再也无人上台教义。耶律大爷文武双全，武艺高强啊！我帮上下向来钦仰，如果成为我帮帮主，必定是人人乐服拥戴，对不对？对。梁长老随即按照惯例，在没有人继续上台挑战后，便要依丐帮规矩推举耶律齐为丐帮帮主。便在此时，2名探子快马来报：顾大侠，奇袭我新野和邓州的蒙军已全军覆没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些蒙古兵尸首上的左耳都被人割了去。郭靖乍听之下惊喜交集，不知是谁骑兵突出，将这2路蒙古兵尽数歼灭。如此一来，蒙古2路先锋全军覆没，大大的折了锐气，却与我军士气极为有利。郭靖无比激动之下，快步走到擂台上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群雄。群雄顿时一片哗然，兴奋呼喊。哪知就在此时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阵狮吼虎啸、猿啼象奔之声，
直震的教场剧烈颤动，群雄不由愕然变色，惊慌起来。郭靖更是传令调2000弓弩手严阵以待。那么这又是发生了何事？请看下集献礼祝寿的讲解。喜欢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关注，铁血在此千辛感谢。男人在玉峰的指引下，一头扎进了碧水寒潭中。他预感到消失16年的妻子就在潭底的某个地方。潭底的急流很快就将他冲进了一个岩洞，洞内是一条斜斜向上的冰窖。当他顺势而上冲出水面时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天地。只见繁花青草，美不胜收，像极了妻子喜爱的清幽之地。他迫不及待腾出水面，往那繁花幽香处踏步飞去。越到跟前，感觉就越熟悉。尤其那繁花紧簇的树屋下，竟然也放着一张和古墓一模一样的寒玉床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妻子第一次带自己睡寒玉床的情景。这个床呢，是上古寒玉做的，你要是睡在上面练功，就是修习内功的良助。这可是祖师婆婆花了7年心血，到极北苦寒之地，在数百丈坚冰之下挖出来的寒玉。你睡在上面练功，1年抵得上常人10年。杨过看着这熟悉的寒玉床，心中早已经砰砰乱跳。又见那繁花丛中嗡嗡嗡飞来几只玉蜂，心中更是一震。接在手里看时，正是妻子在古墓中驯养出来的一种玉蜂。忽听身后传来一声轻响，猛然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白衣女子拽着一根长长的花藤，以飘飘若仙的仙姿在空中轻柔飘荡，雪肤依然，花貌如昨，正是16年来日思夜想、魂牵梦萦的妻子小龙女。龙儿，龙儿，龙儿，过儿。龙儿，我知道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找到这里，那就是你，我的过儿。杨过泪珠盈眶，搂抱着小龙女缓缓落地，千般相思，万般深情，在这一刻都化成了满满的爱意。捧着小龙女的嫩脸说，她的容貌一点都没变，自己却老了。小龙女却说，不是老了，是自己的过儿长大了。我好快活啊！杨过热血如沸，拉着小龙女的左臂连甩了10几个圈圈。这是丐帮推举新帮主的大喜之日，黄蓉作为前任帮主，立即飞上擂台发表慷慨演讲。本帮卢有角不幸遇害，实为本帮奇耻大辱。但蒙古大军侵犯襄阳，指日便至，我们不能为了本帮一己的私事误了国家大计，是以本帮报仇之事暂且搁下，待退了强敌再做计较。不过丐帮有10几万弟子，不可群龙无首，所以趁着今日之变，要推选一位德才兼备、文武双全的英雄担任帮主，然后将大局交给梁长老主持。梁长老飞上擂台，同样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，然后决定以武会友，能够技压群雄者就是丐帮新任帮主。而他刚说完，郭靖派出刺探军情的探子就快马来报，说蒙古大军左右2翼先锋的2个千人队正向新野和邓州进发。郭靖心头一惊，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，便立即派人去新野和邓州报信，让他们严加防守。因为新野和邓州是襄阳的2道屏障，襄阳的生死存亡就看这2处能不能守得住。而就在他担忧的同时，一个叫做千金顶佟大海的人飞上擂台，第一个发起挑战。大小五和耶律齐都有争夺帮主之心，但大小五自认武功不及耶律齐，所以武修文决定抛砖引玉，替耶律齐先料理几个。于是飞上擂台，与佟大海较量在一起。武修文学兼郭靖、黄蓉2家，又是家学渊源，得父亲与师叔受了一阳指神技，这是在后辈英雄中实已是第一流的人才。在击败佟大海连胜3场后，才败下擂台。他的哥哥武敦儒紧跟着上台挑战，继续与各路群雄切磋起来。而他的武功又比武修文稍高一筹，
一出手就让打败武修门的高手败退，继续施展绝技，连胜数场后，比武也已过半，各路高手已经上得差不多了。台下观战众人也充满期待，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高手上场。就算再有高手上场，我哥哥也能对付得了。嫂子，这个帮主夫人是当定了。那还不一定，只要那个人不来的话，就平安无事了。福儿，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我没说谁啊。可黄蓉却说，从他们这是杨过与小龙女分别16年后的相会之期。他轻轻抚摸着崖壁上小龙女刻下的字迹，诉说着16年来对她的思念，只盼她快点到来与自己相会。于是他手捧龙女花，寸步不离断肠崖，自陈至武，自武至西。每当风动树梢，花落林中，心中便是一动，跃起来四下里搜寻观望，可哪里有小龙女的踪影？自从知道南海神尼是黄蓉杜撰后，他心中就无比失落。但崖壁上的字却是小龙女亲手所刻，杨过只盼他言而有信，终来相会。可是直到太阳落山，小龙女都没有来，杨过的心也跟着向下低沉。他突然发疯般的追着太阳往山峰上奔去，因为只要太阳不落山，这一天就不算完，小龙女仍然有归来的可能。可即便他登上了最高的山峰，太阳最终还是落山了。他敲坐断肠崖，四顾苍茫，但觉寒气侵体，暮色逼人而来，竟然坐着一动不动。再过多时，半轮明月慢慢移到中天，不但这一天已经过去了，连这一夜也快过去了，而小龙女始终没有来。他便如一具石像般在断肠崖呆坐了一夜，直到红日东升，花香浮动，可他的心中却早已如同一片寒冰。猛一低头，只见垂下的几缕头发又白了一片。他此时才36岁，年方壮盛，突见白发如霜，不由心中焦急，霎时之间只觉肝肠寸断。龙儿，这是你亲手刻下的字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守心愿？为什么？他悲伤到了极处，这几句大喊之声只震得山谷鸡鸣，群山响应。他自来生性激烈，此时万念俱灰，终于明白16年前小龙女就跳下这断肠崖死了，只因他自知无药可救，而自己又不肯独自偷生，所以就用石壁上这几句话欺骗自己等了16年。想到此处，更觉小龙女对自己情深意重，不禁泪眼模糊，心中大痛。脑中浮现出了小龙女白衣飘飘的影子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向下倾倒，坠入了茫茫深谷之中。大哥哥！赶来的郭襄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快步奔到断肠崖前，不知是为了相救杨过，又或许是情深意往，竟甘心相从于地下，双足一蹬，跟着也跃入了深谷。郭襄！郭襄！金轮法王奋力相救，却只是扯掉了郭襄的一只鞋子，不由得惊恐万分，沮丧不已。随后赶来的黄蓉6人急忙询问郭襄下落。郭姑娘坠入深谷之中了。黄蓉6人大吃一惊，又见有郭襄鞋子为证，顿时勃然大怒，指责是金轮法王将郭襄推了下去。金轮法王急忙解释，说自己要收郭襄为徒，传他衣钵，又怎会害他？可黄蓉6人根本不相信，与他争论起来。而郭襄跳入深谷后，和杨过一起摔入了水潭之中。杨过骇然心惊，问他为什么也掉了下来。郭襄说自己看他跳了下来，就跟着跳了下来。杨过大喊胡闹，心中却暗想，难道他小小年纪竟也对自己如此情深？然后将他抱到水面一块大石上，郭襄随即就从怀中取出了最后一枚金针。大哥哥，你说过凭着每一枚金针，我可相求一世，你都会答应我。我现在求你，不论你能否和杨大嫂相见，你都要保重身子，千万不可自寻短见啊。然后将金针交到杨过手里，让他一定要答应自己。杨过瞧着他纯真的脸庞，想到他一路从襄阳而来，就是为了劝自己不要自尽，便心中感动，长叹一声，答应了他。小矮人舞动1米多的长胡子，向对面的少年发起了挑战。来吧，老顽童没把你的胡子剪光，我来给你剪。
樊一翁见杨过竟然侮辱自己的胡子，立即大喊：“吃我一胡子！”向他扫了过去。杨过见他的胡子甩动开来，极为凌厉，至少有10余年的功力，便挥舞铁匠牌大剪刀，以闪避为主，陪他游斗了10几招。待摸清了长胡子的攻击方式以及出招路数，便问他这胡子若是剪去，多久才能留回来？关你什么事？因为我3招之内必将你的长胡子剪掉。小子猖狂！你与我斗了10几回合，始终是个平局。你要3招之内取胜，哈哈，做梦！看招！樊一翁立即飞身上前，长胡子不断横扫。杨过灵巧闪避，早已设想了剪刀的招数。等樊一翁旋身快转，使出必杀技时，故意落入他的圈中，配合起了他的攻势。而就在樊一翁以为必胜时，杨过却大剪刀咔嚓，果然只用了3招，就将他的长胡子从中剪断。我的胡子！我的胡子！樊一翁又是可惜又是气愤，见杨过得意洋洋地将半截胡子扔了回来，更加愤怒，就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。然后让人抬来160斤的龙头钢杖，飞身接在手中，猛劈下去。一击不中后，又迅捷猛烈横扫过去。杨过见他身高虽然不逾4尺，却神力惊人，超强履历之下，将钢杖使得威猛绝伦，便以长剑抵挡。可没想到却被他神力震得脱手飞出，身体也向后倒退出去。你当众辱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你现在已经失去兵器，我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，快取兵器来，我们决一死战。杨过却傲慢自大，说不拿兵器，他也不是自己对手。但转念一想，尊老爱幼是中华的传统美德，不能伤了他老人家的面子，便决定还是选一件。于是走到一株柳树前，折了一枝柳枝，伤心楚楚地对小龙女说：“他既然姓柳，那自己就用柳枝作为兵器。”短胡子，动手吧。樊一翁见他拿个破柳枝对战，显然是瞧不起自己，便无比愤怒地施展9981路泼水杖法向他杀去。所谓泼水，乃是泼水不进之意，足见这路杖法严谨紧密，密不透风。而杨过则是用打狗棒法对战，柳枝柔中带刃，虽不及竹棒，但厉害之处也不下于宝剑宝刀。尤其禅自觉的精妙招式使出来时，直接惊呆了围观的尼摩星等人。他们没想到杨过年纪轻轻，武功竟这般厉害。继续看时，杨过已凭着拨狗朝天等巧妙招式打飞了樊一翁的钢杖，又以腿功凌厉飞袭，一个借力回旋，出其不意打了樊一翁一个措手不及。柳枝也凌厉无比地直指他面门。樊一翁顿时脸如死灰，自知给师傅丢了人，便万般羞愤地向空中跃起。师兄！杨过见他竟要撞地自尽，急忙贴地飞行，在他落地之时，一掌将他拍起，稳稳地接在手中，救了下来。樊兄，你又何苦如此？我心中的伤痛胜你10倍，还都没有想到自己，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？比武你胜了，你还有什么伤痛？杨过却长叹一声，说比武胜败算得了什么？自己一生之中不知给人打败过多少次，他要自尽，他师父十分着急，若自己自尽，自己师父却丝毫不放在心上，这才是最伤心的事儿。樊一翁乍闻这几句话，心头一震，不由得黯然嗟叹。公孙止则让他不准再有这种傻念头，然后满眼愤恨地仇视着杨过。来人，渔网阵！16名绿衣弟子立即抢阵而出，拉着4张渔网，布下阵法，将杨过困在了里面。